大家好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主角终于打架了的热血格斗番《刃牙》。上集说到，小阿里和刃牙的比赛即将开始，负责人将小阿里带往地下格斗场。这场比赛除了不准使用武器，百无禁忌。虽然包括独步在内的人都赌小阿里赢，但实际上走在地上竞技场内，小阿里还是紧张的浑身颤抖。拳王的儿子和战鬼儿子一战的消息很快传开，场内坐满了围观群众。小阿里出场，突然烟尘扬起，一道巨大的人影出现在他的面前。这场战斗，永次郎居然也来了，被他这一下，小阿里倒是不紧张了。紧接着刃牙出场，永次郎敲破擂鼓，比赛开始。刃牙直直的走入了小阿里的轰击范围，小阿里急忙挥拳应对，然而刃牙快得要命，仅仅一拳就将小阿里打得不省人事。啊，你就这水平？刃牙没有趁人之危，而是等小阿里惊醒之后，问他还要不要继续打。小阿里这个憨仔怎么可能服输？当场表示要和刃牙你死我活。结果话还没说完，刃牙一脚直踢小阿里当下，然后对着脑袋就是一脚，小阿里再次失去意识，但这一次刃牙没有放过他，而是紧紧锁住了他的喉咙，随后手臂不断发力。就在这危急关头，一道人影突然闪出，给了刃牙重重一拳，将两人分开。来人正是拳王阿里，如果他不阻止刃牙，刃牙真的会将小阿里活活勒死。小阿里做好了杀人的准备，却没有做好赴死的准备，这样到最后只能被反杀。胜负已分，刃牙对小阿里失去了兴趣，转而去看永次郎。他再次向永次郎发出对战邀请，父子两人相对而立。第一次战斗他惨败，母亲被杀，而如今不断成长，变成了强大狮子。永次郎终于认可了刃牙，答应和他一战，一拳结束了战斗，赢得胜利。但是烧姜却并不开心，场外小阿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，似乎是接受不了自己的失败。看到如此狼狈的小阿里，烧姜回想起了两人之间的过往，一把搂住了哭泣的小阿里。啊，为什么？难道你真正喜欢的人是小阿里？刃牙要和永次郎决斗的消息很快传遍东京，刃牙成长的实在太快了。独步邀请了刃牙前来做客，两人认识了很久，但却并没有打过一场架。看着独步的动作，刃牙就猜出了独步的下一步动作，所以并没有答应。而且他练武的目的和所有人都不同，他不想成为世界最强，只是他想要打败的人恰好是世界最强罢了。夜晚的体育场内，所有的格斗家聚集一堂，在漫长的等待中，刃牙的身前突然显现出了永次郎的透明身影，而和日本时差6小时的坦桑尼亚，永次郎正在和雄狮搏斗。我来了，老爸！监狱急促的警铃突然响起，眼前的一幕让所有人目眦欲裂。透明的房子里，狱警们个个死状凄惨，这里之前关押的是死刑犯柳荣光，不过在被本部一藏和永次郎联手打败之后，柳就痴呆了，亚克力取代了他一半的脸部皮肤，眼睛盯着一处，什么也不说。但就在众人打算把他转移普通病房的时候，柳却突然暴起。据一位幸存官员讲述，当时只能看见床单乱飞，伴随着惨叫声。等到床单落地，室内横尸一片，柳已经越狱逃走了。之后柳彻底销声匿迹，不知所踪。局长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，让倒霉蛋原田去调查剩下4位死囚最近的动向。杜里安被安置在了中国白灵寺，被打成痴呆的他现在脑子里只有糖果，每天都会站桩画糖果油画，桌子上摆着堆成小山的糖，什么时候吃完站桩什么时候结束。长期站桩让他的下半身无比健壮，一点都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痴呆，反而更像是在谋划着什么阴谋。怀着不安的心情，原田再次来到了关押朵尔的监狱。因为经费被削减的原因，这座监狱的卫生条件简直堪忧，满地都是乱爬的虫子。双目失明的朵尔被捕之后一直关押在这里。本来监狱长因为他看不见，打算给走个后门，却被他本人拒绝了。不仅如此，为了表现自己的身残志坚，他还亲手打破了自己的鼓膜，成了聋子。成了瞎子之后，他获得了敏锐的听力。但朵尔这个不作不死的人，居然还想知道自己聋了之后还能获得什么。据看守他的狱警说，1年半之后，朵尔能在黑暗之中徒手抓住蝙蝠。抛弃了光明和声音之后，他获得了敏锐的触觉。之后原田在前往俄罗斯了解西科尔斯基的情况，他非常老实，没有什么异常的举动。但是有一次狱警巡查的时候，不小心把硬币掉进了西科尔的牢房，等再滚出来的时候，硬币已经被捏成了一团球。这是多么惊人的握力！狱警带着原田来到西科尔的牢房，此时的西科尔就像是壁虎一样，紧紧攀附着墙壁熟睡。令人惊悚的是，他的手脚并没有任何可以借力的凸起，整个人就像是吸在了墙上一样。而此时被收容在医院的90岁高龄的斯别克也出现了可怕的异样。通过热成像现实，斯别克的体温一直在发生变化，温度从肩膀一口气蔓延全身，这是只有在肌肉发力的时候才会出现的情况。在他清醒的时候，每天都会重复这个动作。通过分析后判断出，他正在一动不动的在床上蝶泳，而且不是在水里游，而是在比水更加粘稠沉重的液体里。短短1年内，他的身体再次恢复了之前的健壮。5位死囚可能将再次掀起狂风，向败北的东京复仇。刃牙死囚篇和大力台赛篇正式结束，接下来会给大家带来范马刃牙的监狱篇，记得点
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